中国农民成为音乐人，用音乐辱骂中国政府和习近平，因对中国政府不满，携全家偷渡到美国。如今他怎么样了？他是如何在美国生存的？你说你刚来到美国，所有的钱都被骗了，谁骗的？怎么骗的？对，你目前的生活压力大吗？你看头发，好日子还在后边呢。对，赔了多少钱？具体我没有算过，但是就27万吧。然后他们就把我带走了。就是新时代文明办的主任，我把他这胳膊扭断了。我操！对，然后就是那不重罪吗？断了2根筋，胳膊肿得像腿一样那么粗。就是我来美国之后写的那一首《除夕》，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到底是除夕还是除夕，无论哪个都是我们最美的愿景”。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句歌词，他们省厅的警察就去怎么听完这句话，这鸡皮疙瘩起，这一立起来，你看真的。我写整个这首歌，从我写完的那一刻一直到最后，一个字都没有改。我写这首歌10几分，也就10几分钟。嘿，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移民访谈录》。今天我非常有幸邀请到当年在整个走线群体非常有知名度的一个音乐人，叫张弓。大家好，我是张弓，一名来自大陆的原创歌手。当时张弓来到美国的时候很轰动，原因是他创作了很多关于反共、反习近平的音乐。当时你在中国就开始反了。对，只是说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吧，然后就是写了一些歌，但是就反正就被他们就不喜欢嘛，然后就警告我，就把我抓走了。对，我看见你的音乐作品是《最后的一代》、除夕，你到底在害怕什么？觉醒 ，Nearly Flat， 7级浮屠，你这么操作，真的就是不想回头了。对呀，就是破釜沉舟，就是没打算再回去。对，没有回头路了。对，没有回头路了，也不会再回去。对，其实我主要还是因为自己喜欢创作吧，我喜欢弹吉他，然后我喜欢写一些就是比较现实的东西，然后把它以歌唱的形式表现出来，会觉得很自然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写完了就唱，唱完了就传在网上，然后就被他们抓走。然后我就觉得在国内就没有办法让我唱歌，我就觉得非常的痛苦。对，然后呢对我的警告，包括他们用20多个垃圾桶，然后他们用20多个垃圾桶把我的车都给我全部都围住了啊，这都是他们做的事情。然后就感觉到就很恐惧，他们也会去恐吓我，然后我就不能再在那个地方待了，我要出来，我要来美国。20多个垃圾桶给你车围上了，所以你创作出来了围。围住了山，围住了水，围住了天空和太阳，围住了鸟，围住了羊，围住了生活与粮仓，围住了茶，围住了香，围住了繁华和荒凉，围着尽头有一场。No， 不是的，是因为我写了围之后，他们才把我的才给你车围的围起来的，并不是他们先围的我的车。当然这首歌也不是因为垃圾桶而创作的。对，你这么创作音乐，你知道不知道你在中国没法待了？我在中国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我没法在中国待了，但来美国之后，我就觉得确确实实是没法在中国待了。应该是23年过渡到24年的时候的大年29，山东省厅的警察就去我老家，去我们村子，包括去我爱人他父母那里，然后一直到大年30才走。然后也是当天晚上，我爱人的父母就把我的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对，要他们联系到我，把我写的那首歌叫《除夕》赶快删掉，要不然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我都已经来了，他们还是这么的爱我。你这么玩音乐，玩音乐，你这么玩音乐，你父母反对吗？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写歌，包括发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们没有说支持或者反对啊，就是说，就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嘛，因为我喜欢音乐，我也在教吉他。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写了歌，他们找我，包括去找我父母，就给我爸爸打电话，我爸爸其实就开始非常非常的反对了，然后经常会和我因为这件事情和我吵架，他就觉得你写歌这么多写歌的，为什么别人都不写，就你自己写，就你自己写，你还发出来，你还在那儿唱，然后，包括我这来美国以后，就还是说除夕那首歌吧，然后那段时间我爸爸就和我的就关系就特别特别的不好，然后他当时都想要回国，但是他也担心他回国他不想在这儿待了，因为经济的压力，因为大过年的警察去我老家去搅和。其实我爸爸在我们村子里面是非常有威望的一个人，我们一直在山东就是卖油饼嘛，然后1年2年回去一次，每次回去的时候，我爸爸都会给我们村里面的一些老人买一些东西，有的时候买个电褥子，就是电热毯啊，买点水果什么的。然后我在我们老家的时候，每天早上就是起床，我们的家门口就会有一些邻居给我们送来的菜，就是新鲜的菜，所以我爸爸在我们村里是比较有威望的一个人，然后不叫威望，叫声望吧，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说比较受人尊重的一个。但是因为我写的歌，然后起初他们是不知道的，就包括写维啊，写什么，他们并没有去我的老家河南省许昌市项城县汕头店乡双城村，没有去找我。但是就是我来美国之后写的那一首《除夕》，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到底是除夕还是除夕，无论哪个都是我们最美的愿景”。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句歌词，他们省厅的警察就去我听完这句话，这鸡皮疙瘩起立起来，你看真的，鸡皮疙瘩立起来了。那你这辈子还打算回中国看看吗？这个确实有想过，我在中国还挺想去一趟新疆，然后去一趟云南，去一趟四川，挺想去的，真的。对，你认为你还能回去吗？我认为在我有生之年肯定能回去吧。什么渠道你能回去？就再偷渡回去？对，我刚来美国，就是偷渡来美国的，就是到旧金山刚租好房子，我就告诉我女儿，我说宝贝，我说爸爸回头再带你偷渡回中国，你觉得可以吗？然后我女儿就说啊，爸爸我不要。当然那只是开玩笑，我觉得就是迟早有一天共产党肯定会倒台，中国会有民主，会有真正的法治自由的那一天吧。如果真到那一天的话，我想我是可以回去的。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反动的？内心开始反中国政府的？其实真正的开始就是对这个政府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讨厌和厌恶，也是从疫情开始吧。再比如说，我会给我的一些高中生的学生，高中毕业的学生，大学生，然后我会给他们讲，就是说一些关于中国的就是禁止就是传播的一些历史和一些当下发生的事情。对，你第一首反动音乐什么时候创作的？我记不清楚了，但是很久了。然后17、18年嘛，我就大概我真的记不清了，但是没有发，我现在歌词都忘了。有什么具体的一件事影响了你，导致你思想有变化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吧，就是我从好了，不从20多岁，再往前推一推，从10几岁开始，我们那时候卖油饼，我就10几岁，就每天就在街上推个3轮车，和我爸我妈推2辆3轮车去卖油饼。然后呢，当时在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小吃街，然后在就是路边摊嘛，就会有城管过来找我们，就是说要追着我们。真的，我是就我们推着车去跑，他们在后边追我们，然后抢我们的秤，抢我们的就是擀面杖。然后抢走了之后，不管抢走你什么，你反正到那儿就是交一些钱，他就会把东西给你，也没有就是发票什么的，啥也没有，对，没有罚单。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嘛。你说不是不正确，就是在我的价值观里面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没有就是往深了想，因为当时还小10几岁，总是觉得就是这个县城不好，这县城里边这城管就是不好，他们都太坏了，也没有那个就是说格局吧，可能就没有再往上想。然后后来呢，开始自己从做学校，然后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吧，比如说我做注册学校的时候，他们的各种条条框框，然后很多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完全不合理的。对，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在国内的一个大哥，他几乎是就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大概20岁出头的时候，21、22岁的时候吧，然后他就经常会和我说一些，就我后来给我自己的学生说的一些东西，一些中国的比较不敢想的那种黑暗的东西。我一开始我还反驳他，我说不可能，我说哪有什么活摘器官，哪有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我就反驳他。但是他就给我发一些东西让我看，但是看了我也不相信。但是后来呢，随着自己了解的越来越多，觉得这么残忍、这么残酷的东西，确实每天都发生在身边的，就整个人就感觉有点，我不知道用这个词对不对，就醍醐灌顶，不知道对不对哈。反正就是真的，当然不叫大彻大悟。其实很多时候你的这个观念的转变，它是有一次的转变之后，你就会往里面去深挖、去深究，你就会发现，随着你了解的东西越多，它的线条都会连起来，它就是不是一个就是说断断续续的一个就是叫历史网络了，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历史网络。那么我自己内心里边，其实当时真的是挺颠覆的，当然不是那个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啊，是内心的颠覆。你真相信中国有活摘吗？我还是不是，我很相信，非常相信，对。是政府行为还是社会行为？我觉得，是政府允许的社会行为。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城管抓小商贩这个问题，美国洛杉矶也有啊，就是你去 Santa Monica， 你去洛杉矶当趟摆摊，他们也抓你们，他们也会撵你，他们也给你开罚单。首先我对这一块我没有在这边卖过油饼，我不太清楚啊。当然你说有肯定是有，我会相信，但是我觉得他们不会说就是无缘无故的暴力执法。一个是暴力执法，最重要的他肯定会给你规定，他给你一个规定，这个地方是绝对不允许摆摊的。然后但是你要在这里摆，我肯定要抓你，我要赶你走嘛。对，但是在中国是这样，就是说我允许你摆，但是我只要看见你摆，我就要罚你钱，我就要抢你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有规定，有明文规定，一个是没有任何东西。对，在县城里吗？在县城，在博兴县。对，你看啊，你是来自一个农村家庭，成长之后，你开始创作音乐，反共产党，反习近平，正常吗？网友会骂你，会有很多粉红会骂你。你怎么反驳他们？我从来没有反驳过，我从来没有反驳过，真的，这个真的，有的时候我还会给他说声谢谢，因为说明他关注你了，他才骂你。也没有，我觉得有一些观点的话，你单靠你自己给他发一个长篇大论，有那么多论文都出来了，他看完他也没有改变他的一些思想，那我就几句话，我再骂回去也改变不了什么。我给他讲道理也改变不了什么。为什么我要做这些徒劳的东西？你看你在美国，所谓的这些敌台都采访过你，而且你创作的这些音乐在中国都是杀头的罪。现在美国政府给你美国移民身份了吗？拿到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还正在走程序。对。你认为你会拿到美国移民身份吗？我坚信。目前美国的移民形势这么紧张，你还会坚信你能拿到美国移民身份吗？我坚信。为什么？还是相信美国？对，我还是相信美国的这种纠错机制。你说你刚来到美国，所有的钱都被骗了，谁骗的？怎么骗的？这一点我得否认一下，我并没有说我就是说被骗了啊，只是说我把他的这个叫就是整个流程我说了出来，然后大家都觉得我被骗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
入行交了学费了。对对，一开始的时候也在完全不懂这个行业的前提下，然后做了这个行业，然后又和一个不是那么了解的人去一块儿去合作，所以说最后导致赔了很多钱嘛。赔了多少钱？具体我没有算过，但是就27万吧。然后我出去租房、买车、安家，找律师，所有的费用之后，我怎么估摸着至少也还有10几万吧，然后就交不起房租了嘛。对，2650的房租就是我爸爸替我交了3个月。哎，你爸爸也在美国？对呀，在。你们全家一起走下来的？对呀。太伟大了，太孝顺了。当年你们全家一起走线，花了多少钱？全家花了多少钱？60多万人民币。我天，疯了吧？倒没有，我觉得值的。就是我本来是计划来到这里之后就没有存款也没关系。对。你目前的生活压力大吗？你看头发。大。但是我非常有信心和非常有希望，我觉得未来一定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所以说现在的这点压力不算压力，至少目前还没有人管我去什么写歌呀，我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都很好，然后我爱人也很好，我女儿，现在我老二小宝宝6个月，每天刚学会爬，然后我爸爸也就妈都每天都很开心，我真的非常幸福。所以说这些压力的话呢，肯定是有的嘛，因为刚来还没多久，其实也挺久了哈。好日子还在后边呢。对。目前你一个月生活成本是多少钱？大约多少钱？加上仓库嘛。对呀。那你这仓库干不了，那也整不了了，你就是全部。大概在2、3万吧，美金。对，我天，上市公司总裁也就这样了。没有，你加上仓库，它仓租就14000多了，你加保险加，当然还没有算工人工资。对。你生活成本是多少钱？生活的话，一个月我自己家人吃饭，然后水电什么的，加起来有5000块钱够了吧？对，也就是5000块钱，5000块钱以内。当时你在中国搞音乐，成立学校，你最高的时候学生是多少人？最多的时候？学生最多的时候，暑假可能比较100多人吧。我天！对，100多人。你说你当时从中国全家偷渡到美国花了60多万，说明你在中国挣着钱了。也没有，就是也是做了很多年，所以说就一步一步的。就因为我的学生和我的学生家长都非常就是认可我嘛，然后我在国内的时候，你看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县城里面，我的收费是5800块钱一个月吗？不是，就50节课，但是我们那个县城里边所有的这个教吉他的都是2600块钱，还送一把吉他。我的学生用的吉他呢是大品牌的吉他嘛，就是我就不说牌子了，然后它基本上学生用的最便宜的都要6000多人民币，有的学生比较跟我1年多2年多了，然后弹的比较不错，他用的吉他可能就得在4万左右，对，2、3万、1万多都有，对。那你现在目前最贵的一把吉他多少钱？我现在嘛，曾经拥有过的，也7万块钱吧。没拿过来啊？在家呢。卖了？不可能卖的，我这东西为什么不可能卖吉他？珍藏啊？珍藏品也不算是珍藏品，就是正常弹的。对，砸锅卖铁也不能卖吉他。对，这是你的信仰。也不叫信仰吧，应该是我生命的一个部分吧。对，虽然我也不是说弹琴技术多么高，但是我一直觉得它都是在我的这个生命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对。你曾经在共和国总共挣了多少钱？大约？那我哪能算？不是你带了多少钱出来的呀？加上那个走线的钱。当时你存款多少钱？存款也就没多少，刚才不都说了吗？然后几百万，20多万，倒没有，也就是有个200多或者。那太硬了，太厉害了。你想想吧，那河南农民闯码头
混了200万，那就无敌了。你幸亏去的是县城，你要上北上广，你不趁上亿了。不行不行，我非常不喜欢北上，广州还行哈，广东还行，但是北京、上海，我每次去我都真的就是不太喜欢。当然我不是说不喜欢那里的，就是说人和环境，北京我是真不喜欢它那个环境哈，但是我为什么受歧视吗？没有，这和歧视没有任何关系了。那为什么不喜欢？太快，生活节奏太快。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应该是16年吧，2016年，然后当时我就感觉非常恐怖。正好那段时间我就非常喜欢看的一部美剧叫《行尸走肉》，然后呢，我去上海的时候就在挤地铁，就是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就是在准备进入车厢的时候都非常的有力量，然后每个人都是就像一个斗士一样。但是当所有人都车开始走的时候，每个人都从兜里面拿出来手机，然后坐到那儿，就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表情的，所以我就看到一张张没有表情的脸，我真的感觉就是那就是上海给我的第一印象。后来又去过好几次，因为我在上海做国际吉他艺术节的评委做了3次，对，我天，所以就是后来去，但是我就喜欢去一些小弄堂，然后去一些小胡同，然后他们有早市，我比较喜欢。来到这边，我最喜欢逛的是什么呢 ？Goodwill， 跳蚤市场、二手市场。对，我非常喜欢淘换一些小物件。我这幅画就在里面买的，5块9毛9。对。你是玩哪种音乐？谈不上，就是说玩什么？你喜欢什么风格？最早的时候呢是喜欢摇滚，因为我最早弹电吉他，然后喜欢重金属，然后什么死亡金属啊，就是比较硬核的那种。然后再后来呢，就是弹古典吉他，就非常喜欢古典乐。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弹古典吉他，喜欢古典吉他，又就是轻音乐也非常喜欢嘛。后来就是交响乐。但是其实都挺喜欢的，我真说不出来就是更喜欢哪一个。然后包括 blues，然后爵士我都非常喜欢，但只是说欣赏。我弹的话呢，之前也弹过很多，但是现在都每天搬新的。对。抛开国家、政府和党以及意识形态，你在中国最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最开心的一件事，我觉得就是不是一件，可能很多次，就是我做一些就是说一些比较也不叫疯狂吧，一些我女儿凌晨1点多2点，然后我就过去趴到她，就是说我过去上她的屋，我就叫宝贝，我说起床，咱俩去，爸带你去吃好吃的。我说好玩的，你去吗？啊，去。然后就是蒙着眼睛这样，爸爸，我现在穿衣服。然后他就穿上衣服，然后我们2个开着车就去淄博，有个叫王府井，它是营业到凌晨，然后我们就在里边吃啊喝啊玩啊，然后玩到5、6点钟的时候，就是回家嘛。但是一回家，他肯定就困了嘛，就要睡觉，所以那天他就没有办法上学了。我经常干这样的事，我每每想到这件事，我就非常开心。一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是因为他学校里边要搞一些活动，你比如说让孩子们徒步10几公里啊，然后20多公里，就是只让每个孩子只允许每个人拿1瓶水，不允许带任何的食物。然后每年因为这个活动，都会有孩子被就是说医院就120的车跟着嘛拉走，但是他每年都在做这个东西，而且不允许家长跟着。还有就是呢，那么什么就是叫什么就是建党节啊什么的，就是各种节日的时候，学校里边都是红旗招展，鞭炮齐鸣，就那种感觉的时候，忆苦思甜。对，只要是第2天要搞这个活动，基本上头天晚上我都会带我女儿出去。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老婆她也不反对我爱人，但是后来我经常这样做，我爱人就开始就是反对我了，特别是我爸爸妈妈也都反对我这么做。那我只能就用我自己的方法，等他们都睡走了，我就把我女儿带走。然后还有呢，就是我经常在晚上有的时候12点啊，然后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开着车，然后带着我老婆，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有周5的晚上和周6、周日是工作时间，然后周1到周5
就是周五的下午3点之前，我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嘛，所以经常就是晚上的时候，我就和我爱人一块开着车出去。我有一次去河北，它有个音乐小镇叫武强县，他们邀请我过去，就是参加一个什么，就是说有关音乐的，那边不是做了个音乐博物馆嘛，非常非常大。然后我去了之后呢，就在那里喝了一碗那个放芝麻酱的那个羊肉汤，我从来没有喝过，我觉得好好喝。然后我就和我爱人说，我爱人说他也想喝。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是我说了这件事，然后就那天晚上几点的时候，我也给忘了，反正我们2个开着车就奔武强了。然后到那儿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了，然后又找了个酒店，然后住下睡了觉，然后到下午起床过去喝了一碗羊汤，又回了淄博。对，我觉得这都很开心啊。你在中国最沮丧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这个事情我还记得比较清楚的。我这个我就不说哪个城市了啊。你知道中国有一个新时代文明办吗？就是现在它每个城市都有的一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还生活在中国的人哈。然后有个叫新时代文明中心，然后每个县城里面都有，它就是传达各种各样的上层的意识形态，就是通过他们这个部门，然后到所有的这个老百姓的耳朵里面。然后呢，他里边的那个叫主任，就是新时代文明办的主任，我把他这胳膊扭断了。我操！对，然后就是那不重罪吗？断了2根筋，胳膊肿得像腿一样那么粗。你俩对打？对。为什么？也你还是喝点酒吧，就是互殴，还是他欺负你，你反抗？他没欺负我，是他也没单挑是吧？对，然后反正我就不知道，喝点酒就比较有力量嘛，就一个过肩摔，一下把他摔到那个就是路边的那个绿化带的那个台阶上面，然后他就这个胳膊全就是筋断了2根骨裂，然后就第2天就当时就拉到医院了。拉到医院之后呢，第2天就我那个就是刑事罪嘛。但是你也知道，在中国的时候，其实就是赔钱，是不是光赔钱的事？就是说，下跪。他们有说，就是说你犯罪没有犯罪，其实可能都是当地的就一个人说了算，因为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情。然后呢，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教吉他，有很多他们政府部门的一些人也会。有的是孩子跟着我学吉他，有的是他自己来找我学吉他，所以说我就开始打电话，最后他并没有就是去告我，对，但是他就要求这个病必须要去积水潭医院看，就北京积水潭，然后我就陪他去了北京，然后第2趟他就不让我陪了，他说我会给你这个单据，医疗单据什么的，反正到最后就是不到20万吧。那段时间最重要的是，一个就是让我最感觉到难受的事情，就是我竟然动手打了他，而且还打得这么严重。然后，而且就是当时在我，去找一些就是关系啊，就是去尽量把这个事情摆平。就是那段时间我在心里边不知道究竟最后能不能。把这件事情给摆平的时候，内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也挺后悔的。其实就是还是因为观念嘛，就聊着聊着就。起因是你俩这意识形态不一样。对。他是爱政府，你是反政府。对，但是他会用这种各种语言去比较过激的来，就是侮辱我的作品吧。对。什么机缘巧合你俩坐在一起？其实就是他，就是奔着你来的。不是，有一些朋友嘛，然后他就是说都是中国政府，就是部门的，他们叫着一块儿就是吃饭，因为你知道在中国，干啥都要吃饭，干什么都要吃饭，干什么都要请客，都要吃饭，然后就一个机缘巧合就坐到一块儿了，然后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认识，但是没有那么多交集。这个事儿发生在几年？应该是20年到19年到20年吧，我忘了，应该是还是21年，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对，当时花20万你疼不疼？
最重要的是我没有进去。要不然还没出来呢。对，打服了给对方。你和你的家人来到美国之后，最开心的事是什么？我家人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去年11月22日，我小宝宝出生了，对，然后一家人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医生呢给我们开了香槟，然后给我们准备了就是食物，然后而且是从冰箱里面刚拿出来的香槟。我爱人刚生完孩子还没有12个小时，刚拿的那个香槟给我们庆祝，所有人 congratulations， 然后哇，就真的就非常非常高潮了，人生达到了高潮。对，基本上就是说通过那一次，就是真的能感受到，没有办法就是用语言去形容，就是内心的那种。激动，可能我内心的这种就是说，大家对我的回馈，哪怕是一个陌生人在医院的走廊里面和我就是走碰头的一个人，他们给我说的话，给我投来的那种目光，包括他们看到孩子，他们在说的那些话，我真的就是，甚至都他给我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快感也好，或者叫就是开心也好，其实。在我心里边就已经大过了我宝宝的到来，你知道吗？这是当时的这种感觉哈。可能宝宝来了之后，就是更多的就开始忙碌了，也没有去想，就是当然肯定是开心的嘛。但是在这个开心的基础上，又加持了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这种开心啊。我觉得还可以吧，因为我妈妈在家每天就是看孩子，然后孩子也照顾得很好。我说这2天刚学会爬，可好玩了。中文好。先生个女孩，再生个男孩，有女有子，念好。那你是儒家信徒啊？儒家信徒。痛苦的时候都是因为钱，也最痛苦的那段时间就是因为那段时间交不起房租的时候，这是我就是最难熬、最痛苦，开始否认自己，开始觉得，就是否认自己的一切，否认多多少少有点后悔来这是吧？从来没有过。那还否认啥呀？我否认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只要来这边，我脚踏实地的，就是说去工作，去好好干，去，付出我自己的努力，我肯定会在这边。我不要求我要非常的有钱，非常的，赚多么的钱，但是我至少就是顾着一家人的温饱，肯定是没问题的，以我的能力。我说你在美国最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你。感动算开心吗？宝宝的到来吧，还有一个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在旧金山刚租的房子里睡了3天，然后睡了3天之后起床的时候，就是在那边叫圣利安卓嘛，在那边的街上转悠的时候，然后看着天空，看着路边的花花草草，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开心的时候吧。看到解放区的天，蓝蓝的天，对，高潮了。对。如果压力从0到10，你感觉你压力到了多少？当时最大的时候有11嘛。对。那急的是不是睡不着啊？每天？那倒没有，就是说痛苦，就自己出去哭，就。你痛苦的点是什么？自我否认。那关键你不容易，一拖5。主要是那段时间就是说。这个连房租都交不起，拿我爸的钱，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我给我家人都许诺的，都来这边多么好。饼画的太好了。对，饼就是画的非常大、非常香的一个饼，但是到这了之后，连个印度人卖的烧饼都买不起啊！甜甜圈真好吃。甜甜圈这么大，你父母都工作在美国？我妈妈没有工作，但是我爸爸从来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停。没停，看着儿子真他妈不容易。对，他得想办法帮我啊，他经常就是老人吧，这也是中国式的老人，他就是闲不住。然后呢，就是我要让他休息几天，他都感觉就要疯了一样。你最近创作了反习近平、反共产党的音乐了吗？最近在忙别的事儿。就是当时你创作反共产党、反习近平的音乐的时候。你爹是什么态度？决裂了，给你，要打你吗？那不会，但是他说了很多就是比较过激的话，就还是刚才说的嘛，就是别人都会写，
别人也都会唱，别人写的也比你好，唱的也比你好，吉他弹的比你好，但是为什么别人不写？因为别人有脑子，因为你就是个没脑子，你就是个250。我爸就说我写的那些歌，就是特别是《除夕》这首歌，因为除夕带来的这个后果比较严重，就我在我们村里边，包括我爸爸的这个名声一下子就受到连坐了。对，而且非常非常严重的连坐，我爸爸的几个朋友都把他微信删了，你想想。所以说搞革命最大的前提，一不能听父母的话，二六亲不认。如果你连这2点做不到，别整了。不过就是这事情都过来了，我爸爸是属于那种的，他会给我说最狠的话，但是呢，他会，真的爱你，对，为我做所有就是说我最需要的事情。他虽然因为这首歌都那么就是生气，但是他每天他还是不停的去工作，然后这个自己的生意货柜来了。然后自己订的货都来了之后，他还是每天帮着我，就是下班了之后去仓库帮着我一起去搬箱子，每天他都很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骂你，实际上心里爱你。对，我爸爸妈妈都非常爱我，我爱人也非常爱我，我女儿也很爱我，我相信我儿子也会爱我的。说一个现实问题啊，很多在美国的华人，他们歧视偷渡来美国的华人，你怎么看这件事儿？首先这个我非常能理解他们，就是说这种歧视这个偷渡来美国的人，我比较能理解他们。但是这个我不太清楚，墨西哥人里面会不会也存在这种歧视？比如说墨西哥来的一些老移民，然后他就歧视这些偷渡的，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吧。他关键不一样啊，这个加州啊，很多州啊属于墨西哥，人家来啊名正言顺。不，那还有委内瑞拉呢，再远点还有洪都拉斯呢，这路我走过。对，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那我再换一个就是说法，就是很多就是比较歧视以偷渡这种方式来的这种中国人，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去歧视同样以偷渡方式进来的南美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然后呢，如果他们也非常歧视，他歧视全世界偷渡来美国的人，比如委内瑞拉呀，比如洪都拉斯，比如哥伦比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视同仁了。对，一视同仁。如果说他只是歧视华人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看每个人的这个观点他不一样，每个人就是对待你。像我在大街上，我如果看到一个就是流浪汉，然后呢，我可能就是身上有水果有东西，我可能会给他，但有的人他就选择不给他，也可能会选择就是说唾弃他，对吧？这个我觉得是和每个人的这个价值观它是有每个人的观念吧，对，所以我并不觉得就是他们这样做是好或者是坏，我觉得我还是挺能理解他们。然后我也就是你们要是就是说歧视我，然后我是偷渡身份来的，我觉得没关系的，我接受你的歧视。对，此时此刻有很多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偷渡客，甚至是中国的经济难民，他们内心支持川普，你怎么看这件事？他们是不是疯了？那还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就是认知不同嘛。那他去支持，他本身就是非法移民，本身就是偷渡客，本身就是中国经济难民，不符合联合国难民公约。他申请政治庇护，然后他支持川普，他这不是拿头放在狗头铡上主动被斩吗？因为他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因为现在就是川普执政啊，那我觉得现在就是换个三胖过来，他可能也会支持三胖吧。对，说就是每个人这个他的认知、他的这个政治立场、他的观点真的非常不一样。然后就是大家都在支持川普，那我就支持川普了。大家现在都在支持这个拜登，我就开始支持拜登了。然后这觉得这个金正恩就是不好，挺不好的，但是身边人都在支持他，那我也支持他吧。他就是好。我的上一个中国工人来到这儿，就坐到这个屋，他和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朝鲜挺好的，朝鲜免费医疗，哎呀大锅饭吃的可香了，我觉得朝鲜就挺好。他怎么没去朝鲜了？怎么来美国了？
其实这个我当时也是这么问他，对，他说在那边不能赚钱呢，对，确实那边赚钱可能就朝鲜不让移民，关键。大概也就是从这一次川普上台之后，我才开始去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用自己的方式去了解一些美国政治。在这之前，在他上台之前，我对这边的这个政治是不能说是零，就是说认知就是很没有那么多的了解，就没有那么多话语权。然后他们那个 ABC 电视台过来的就问我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就是我相信美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就是但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叫对这边的政治不太了解，所以说我没有话语权。对，当时就这么回答的。当时 ABC 国家电视台对你做了专访，跟了我一天，从早上8点多来，然后拍到了下午的4点多5点多吧。目前此时此刻的你，已经对美国祛魅了吗？祛魅是啥意思？就美国在你心中还是灯塔吗？美国我想也依然是的。我觉得美国至少在现在，就是至少是现在来看哈，它还是一个就是我心中最向往的一个国家。这个和之前我以偷渡的这种形式来到这里，带着我的一家人，其实我当时对美国的这个就是说认知，其实和现在就是大方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你不管是谁，就是说去执政，然后至少前2天还有那么多人出去游行吧，至少就是大家还都在做着，可以有反对，可以有支持，可以有中立，然后大家都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去在网络平台在线下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我相信美国的纠错机制。对，你认为你在美国的意义是什么？活着呗。感谢收看，下期更精彩。还是精神病好？不是，我肯定是精神病。还是精神病好，不用抓呀，不用关呀。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反共，很多洛杉矶商家不敢跟你合作吗？不敢跟你接触吗？妈了个逼！你看献给娘逼什么鸡巴音乐？我操！跪着！我来的那几天，正好他们就是发生了2次枪战。你认为你这病能好吗？好不了，你短时间好不了。Crazy 老张，我觉得我应该是这一辈子就这个样。属于疯了是吧？张工，我操！我看你他妈逼混腻歪了。对，但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没让他们得逞。当时的你在政府的眼里就是属于精神病了，得做这个精神病鉴定去。对，其实现在也，但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个。如果不是精神病，就得判刑了。